OK，so 今天除了来试驾来测试这个 Continental Max Contact MC7 轮胎之外，也可以开到这个Nissan ZEEK，so 它是400个 horsepower。Hard brake before the left cone, then slow down. OK， 还有多一圈吗？没有了，完了。哦 ，OK， 好。有点短哈。OK。没办法，人太多了。Nissan ZEEK RZ34 采用代号 VR30DDTT 的 3.0L V6 Twin Turbo V6 引擎，400 horsepower 475 Nm， 提供 6-speed manual 和 Mercedes 的9速自动变速箱。那我们今天测试的这一台是 9AT 的版本，尺寸上 Nissan ZEEK 跟370 ZEEK 差不多。那几度来回摆弯之后呢，我发现它的悬挂设定比我预期当中来的软或者用舒服会比较恰当。OK， 刚才在试驾这个 Nissan ZEEK 的时候这个 RZ34 的时候，其实就因为这个试驾的路线有点短，然后前面有2列卡故意不要加这样快给我们跟着走，所以没有什么信心讲话啦。然后就可以 feel 到这个 3.0L V6 Twin Turbo 400匹的动力是相当足够的，只是说你在 corner 的时候，它很难去跟 Porsche 或者 BMW 比啦，就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家庭车，一个家庭coupe这样子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就是怎么讲，非常特别的一个体验因为如果不是 Continental 要测试这个 Max Contact MC7 轮胎，我相信在 Malaysia 可能很久之后都未必会有机会可以试驾到这个 Nissan ZEEK RZ34， 我跟你讲400 ZEEK 啦 ，OK， 所以希望未来有机会可以再试驾这个370吧，Nissan 400 ZEEK。那这台Nissan这个澳洲当地的售价从澳币83363块起，换算马币大概在262千左右。目前马来西亚 Recon 市场上的价格从400千到500千马币。有鉴于 Nissan Fairlady 曾经是我儿时的 Dream Car， 所以即便这一次的试驾时间极为有限，但还是令人非常难忘。所以我们现在就言归正传。 Good morning everyone，大家早上好，我现在人在澳洲悉尼的 Ladenham Raceway， 这是一个开幕于2018年11月，算是一个非常新的赛道。那这边距离悉尼市中心大概56公里，所以今天就受这个 Continental Tires Malaysia 的邀请，来这边测试最新的 Continental Max Contact MC7 轮胎。那现场准备了非常多个环节，有 wet braking，湿地刹车 dry braking， 干地刹车，操控的体验，还有性能的感受等等。那大会首先为我们准备的是一台 BMW G23 Series， 但在影片开始之前可能要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因为大家知道 Continental Tire 旗下有非常多的 Contact 系列有 Ultra Contact， 有 Premium Contact， 有 Sport Contact， 然后这个 Max Contact 它的定位到底在哪里？因为名字上听起来 Max Contact 嘛，应该是 Everything going to Max Handling，Wet Braking Dry Braking 都是排在最前面的，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先给大家来大概分析一下，到底这个 Max Contact 它相较于 Ultra Contact 跟 Sport Contact 它到底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让消费者在选择这款轮胎的时候也能够更加清楚知道它针对的是什么样的车辆，它能够给你怎样子的一种行驶表现。所以影片开始之前呢，记得订阅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account，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Let's go。So Max Contact MC7 的尺寸非常广，从16寸到21寸，从 20545R16 到 27535R21， 最多尺寸选择是在17寸、18寸和19寸。MC7 有4大特点，第一个 Cornering Macro Block 抓地滑纹块设计，在转弯的时候能够最大化台面跟路面的接触面积，提升操控的稳定性。第二个就是 Noise Breaker 3.0， 这个噪音抑制系统 3.0 能够破坏声波的一致性，将声波分解并转化为较小的频率，防止噪音累积传入车厢内部。第三个 Reflex Compound， 高刚性强度的塑料配方，能够增加轮胎变形的抵抗力，提升干地和湿地的表现。
第4个就是 Laser Cut 的 3D 雷射切割花纹块，由星形、闪电形和排水花纹组成，从多个角度去切割水膜，将水从沟槽中排出来，提高雨天的抓地力和刹车效果。那值得一提的就是呢，这个 Continental Max Contact 7轮胎呢，它是没有在欧洲市场售卖，它是专供亚太区、亚洲跟太平洋地区设计的一款轮胎。因为对于欧洲的消费者来说呢，他们其实就是相当的鲜明啊。你要就是 Sport Contact， 将驾驶极致去到最去到最近。然后如果你要舒服的话，你就买 Premium Contact。或者价位比较低的这个 Ultra Contact， 所以 Max Contact 呢，它就成为一个仅次于 Sport Contact， 但是它什么都有。因为在我们这个地区的消费者他们需要一个轮胎可以强调超驾、操控性、过弯表现，同时要有很好的排水性能，特别是马来西亚，因为这款轮胎背后也是有马来西亚团队一些负责人在处理这款轮胎的研发，所以这个倾盆大雨的时候，排水量必须要做到很大。然后除此之外呢，当亚洲地区的消费者他们要拿一个可以强调操控性的轮胎，但是他们同时又要很安静，要强调这个竞速性，所以他们也做了 Nano Block， 可以去 block 掉这个轮胎行驶时候的噪音。所以用通俗点的讲法，就是这个是冚唪唥，你什么东西都要，就选择 Max Contact， 价钱定位上面就比 Sport Contact 来的便宜。然后它也比较耐用，它的 durable 也是有去强调，所以这个 Ultra Contact 就在它下面成为一个 all rounder 啦。如果你要再不强调抓地力跟这个超驾，就选择 Premium Contact， 可是 Max Contact 就可以在 Sport Contact 跟 Ultra Contact 之间取得一个良好的平衡点，而且它也是属于7系列的轮胎，所以里面的技术等等都是做到非常的足够，用的料用到非常的好。22.5啊 OK， 所以刚才我在那一台 Competitor 大约是做到22.58的这个刹车距离，所以现在我就上来 Max Contact 7， 我们来看一下我的刹车距离可以缩短到多少。Ready？ OK。Full power。Braking。21.36。Do that again. Okay. 3, 2, 1, go. Braking. 2132，刚才是多少2136。32 OK。OK， 第二个环节就是测试 MC7 的 Wet Handling， 那找来的对手同样是 Bridgestone 的 S007A。所以刚才我们先加这个 MC7， 然后再加到70多，入弯的时候基本上它还有很强的 grip 啦，基本上不用太多 counter steer 就可以将车子救回来。可是换上了 Competitor brand 之后呢，它就是会under steer， 就是抓不到地上，没有 grip 这样子啦。然后你要踩一点补一点油门，给它慢慢顺出这样子。所以今天的活动终于告一个段落。再次感谢 Continental Tyres Malaysia 邀请我们飞到来悉尼这一边，来到这个 Ladenham Racetrack， 就是距离悉尼大概50多公里的这个赛车场，是一个蛮新的 track 啦，大概是我看2018年11月才开幕。然后这个 track 坦白说不是很长啦，所以我们今天的试驾人数有点多，所以非常有限的时间就进行简短的，比如说 wet braking。Wet handling， 还有这个 dry performance，OK， 就是能够进行一个 full lap 这样子。今天来这边主要不是测试车啦，然后我们能够试驾到的车子就是 BMW 3 Series 320i 跟330i， 然后大1就是 Max Contact MC7 轮胎，所以可以预见这一款轮胎它会是适合像3 Series 或者是C Class 就这个系列的车子，因为大概你现在的车子2.0四气缸，然后很容易就能够做到400个牛车米的等等，所以你需要很强的抓地力特别是在雨天的时候我们能够去push 这辆车子这样子。那今天来到澳洲是这边就是比较怎么讲？因为我上一次来澳洲是2014年的时候，现在是2024年，差不多10年的时间，所以来到这边试车呢是整个天气方面，因为早上是蛮冷的，9度10度，然后过了中午过后，现在是23度这样子，很热我又穿着 heat tech 这样子，因为没有错，这边是
从这个夏天要进入他们的秋天，然后就是还是蛮热的啦，对我来讲。但是它怎样来讲，空气湿度都相对比马来西亚低，因为马来西亚你不论是1月、和2月、3月到12月都是一样的天气，所以在这边就是整个心情是蛮不错的啦，来这边可以试车，只是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当然过后在马来西亚还可以再继续去测试这个 Max Contact MC7 轮胎。那影片的最后就是大家还有什么疑问对这个轮胎？因为这类型的 content 来说是蛮难介绍一下的啦，坦白讲，因为就是 product 嘛，打样嘛 ，OK， 所以还有什么我们在留言区讨论啦。所以我是喜欢在最喜欢影片记得分享、按订阅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account 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3、2、1 cut。现在进入了维修区入口啊，维修区入口是1号弯，都有2圈啊，可以跟我近一点，保持在3个转身位左右，我会告诉你需要的刹车点。左边的2个桩筒刹车点，对，往弯心入弯，这里会有2阀啊。开油的时候要帮我辅助一下他们的这个刹车，相对较晚的弯心。来之后立马拉到左边，收点点油门，然后贴到右边。桩筒处刹车，下坡刹车，好，刹车减速，往弯心啊，往弯心，晚一点进来。因为这样车我会把速度提快一些啊，只要你能跟进我啊，我就会把速度再提快。好，出发。保持住你的刹车，进1号弯之前。右刹，拐弯，慢慢的放开方向盘往外送，刹车，轻轻的刹。油门要循序渐进。OK， 油轻轻的松开油门踏板，然后再一次对手弯心进弯。保持右侧。重刹。轻轻刹一脚，转左。刹车减速。跟库张拉度回去啊，我们不大意。老师，可以收到吗？瑞老师，康乐可以收到吗？停车区换人。